查出肚子里怀的是双胞胎那天，我原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身为总裁的丈夫时，却听到了他和父亲的谈话。行舟，你和之夏结婚也有些年头了，关于孩子，你们究竟是怎么考虑的？我和之夏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感情可言，我更没打算和她生孩子。当初会娶她，不过是你们认为她最合适，所以我当即决定把怀孕的事瞒下来。之后，我把离婚协议摆到了他的面前。这是什么？离婚协议，你先看看，没有异议就把字签了。你是当真的？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开玩笑？你要离婚，总得告诉我为什么吧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我们没必要再这样下去。所以你已经决定了，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你不是也一直这么想吗？徐之夏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顾行舟，你真要把话说这么明白吗？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没别的意思，把字签了。之夏，还有什么事吗？你的那些东西准备什么时候搬走？不必搬了，我拿走这份协议就够了。顾行舟，我还有一句话。你说吧。你就没有一句话想对我说吗？没有什么要说的。明白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可说了。徐之夏呢？少爷，少夫人一早就走了，去哪儿了？少夫人昨晚就收拾好了行李，只说要离开，没说去哪里。备车，去机场。不用害怕，妈妈会带你们离开这里。徐之夏，之夏，之夏，先生，你认错人了。对不起，徐之夏。外公，我们回来了。太老爷，总算到了，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我让人去机场接你们。刚下飞机没多久，行李先送回下宅了。过来让我看看，你妈又瘦了，你们两个倒是长高不少。坐飞机累不累？我们还好，倒是您比视频里瘦多了。人老了，住几天医院很正常。你们回来，我这病就好了一半。夏爷爷，今天这儿比平时热闹啊！真是你，好久不见，季川。5年没见，你看着跟以前差不多。你倒是会做人了，来看外公还知道带东西。看长辈哪能空手？你回来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回来陪外公，又不是开发布会。你比名人难见多了。这5年，有个人没少打听你的消息。谁这么闲？你心里应该有数。夏爷爷，您气色不错，我就不在这打扰了。行，你忙你的，过2天我再来。对了，之夏，还有什么事？你回来的事儿，我可不替你保密。想说就说。行，别后悔。之夏，先别削了，别削了，再削下去只剩糊了。您住院也不耽误管我。夏老，我刚查完房，要不要让2个孩子跟我下楼玩一会儿？沈之远是2个孩子在伦敦时的儿科医生，几次生病都是他帮忙。2个月前他调回南疆，外公住院也由他照看。沈叔叔，你又有新贴纸吗？沈叔叔好。带他们去吧，在病房里也待不住。志远，辛苦你。就在楼下，别走远。放心，20分钟准时送回来。门口的人进来吧。贺季川的消息倒是送得够快。夏老，听说您住院了，我过来看看。有心了，坐吧。你回来了。你消息挺快。哪天到的？
没几天。你走多久了？还记得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只是想知道你还记不记得。5年左右吧。5年零3个月，这种日子你也记？有些事想忘也忘不掉。这孩子嘴上不说，心里倒是记得牢。知夏会不会留下还不知道，有些结总得让他们自己解。星洲，故事最近怎么样？照常运转。城北那个项目是你们拿下的吧？对，下个月开盘，位置选得不错。你想参与？我不管生意了，知夏以后要在南疆做事，你们说不定会碰上，自己聊吧。外公，您别……就当聊生意。我出去走走，你们慢慢说。夏老精神还不错。你以前总说外公最护着你，这倒没变。贺西川先见到你的，他刚走。我想再问一句，你到底想问什么？跟我说话这么省字儿，我就这样。脾气倒没怎么变，你也差不多。听着不像好话。那你想听客气话还是实话？实话。瘦了，也老了，眼角都出纹了。你是实话实说还是专门气我？镜子不会骗你。在国外过得顺利吗？还可以。你呢？不怎么样，也就那么过。听起来不像你的风格。我说了，你大概也不会信。那就别说。这些年除了工作就是工作，晚上回去也睡不着。所以呢？没什么，就是回答你的问题。睡不着就去看医生，跟我说没用。医生看过了。那就换一个。医生可以换，有些毛病换人也治不好。聊完了，我正要走，你好好休息，过几天再来看你。知夏，替我送送他。知夏，还有一句。说吧。刚才那句还可以，是真的吗？你非要问得这么细。我只想知道，你这些年有没有受委屈？好不好都过去了，也跟你没关系了。你翻篇了，我没有。顾星洲，我们离婚5年了。我每天都记得。那就别再提。这件事听你的，记得太清楚也没什么用。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以前该开口的时候没说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你以前没这么多话，所以才弄成今天这样。不过有句话没骗你，我确实后悔了。送到这儿就行，谢谢。你来看外公，我送你也是应该的。我不是为了客套才来。我上去了。等一下。又怎么了？能把你现在的号码给我吗？我不打扰你，偶尔联系就行。只谈必要的事。可以。别想成别的。妈妈，不是说在活动区等吗？我想找你。妈妈，你看，我拿到小星星了。看来玩得不错。特别好玩。刚才人有点多，我多留了几封。宁宁，贴纸只能贴本子，别再贴病床了。他们没给你添乱吧？宁宁一直念叨你，我就带他们过来看看。那边是在等你的人。我前夫准备走了。要不要我送你们回病房？不用了，你去忙吧。原来他已经有了新的生活。顾总，您没事吧？现在回公司？开车。要不要先去医院看看？不用，走吧。我找了他5年，真见到以后，他身边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。太老爷回来啦！慢点跑，别把太老爷撞回医院。妈妈说你已经好了。看见你们2个，我什么病都没了。太爷爷，舅舅说您身体里装了一个小架子。承安，你又跟孩子乱讲什么？医生说的是支架，他非说那是零件。
小家子就是零件呀。宁宁说的对，有了他，太老爷爷还能陪你们好多年。太好了！外公这次真瘦了不少。好在人回来了。你在英国的时候，他每次都问我，你什么时候肯回来？大小姐，老先生请您去书房，许少爷已经在里面了。我这就去。之夏，坐这边。今晚把你们叫来，是想把家里的事先定下来。您说，你们妈妈不在了，夏家以后只能交给你们兄妹。这次住院也提醒我，有些安排不能再拖。外公，您刚回来，先别说这些。不是交代后事，就是提前分工。让我说完。好，您说。程安，宏远那边还是没给你位置？我还在宏远，还在基层？还是原来的职位。你还准备等他多久？最后1年，1年后，不管他给不给我机会，我都会回来。这句话我记下了，我不会反悔。程安说完了，轮到你。之夏，你呢？这次回来还走不走？先把孩子上学定下来，工作方面我听您的。你在英国学了几年珠宝，敢不敢接一家公司？证书拿了，订单也做过。您说的是哪家公司？之夏珠宝，从今天开始你来管。直接交给我，董事会能同意？你的专业和客户经验都够，谁不同意让他来找我。一个孩子在基层耗了5年，我不想再来一次。你说之夏就行，别顺手扎我，扎你才会行。行，我记住了。记住还得做到。之夏，放手去做，做错了夏家替你兜着。不用兜，我不会让他垮。这话我爱听。那我接了。那就定了。程阳，1年后的话也别忘。忘不了。我要看你回来，不是听你表态。明白。外公，我怎么听着还是不对？哪里不对？您嘴上说不是交代后事，句句都像。那就当我一次说完。以后我只管养花，你们负责干活。说好了，您只管养身体。你们妈妈还在的话，我也不用操这份心。外公，还有件事我一直没问。你说。当年许家缺钱，您为什么没帮？是你妈妈拦着。她临走前反复交代，不能再给徐远山填窟窿，给多少她都能赔进去。所以我去联姻的时候，您并不知道。没人告诉我，我要是早知道，绝不会让你拿婚姻去换钱。这件事儿，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。您不用替别人背这个责任，当时是我自己答应的，不答应，哥哥只会更难。你跟顾行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离婚是我提的，别问了。他欺负你了？都过去了，今晚先把外中交代的事记好，公司我会接，孩子我也会照顾好，您别替我担心。行了，都回去睡吧。外公，还有事？谢谢您还愿意等我1年。一家人，谢什么？至少您没觉得我没用。你们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不站你们这边，站谁那边？老先生，您住院时让人调的旧账到了。徐家当年到底拿了顾家多少钱？明面上是6亿，记在大小姐名下，款项直接进了宏远，文件上的签名也是大小姐的名字。这不是之下的字。要不要现在告诉大小姐？先别说，只有1份复印件还不够，继续查原件和经手人。明白。许小姐，这个地段挂牌1.8亿，价格其实还算合理。许小姐，这里是不是有人住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不像空了5年的样子。我离开以后就没人住，家具上连灰都没有。阳台的花也活着，肯定有人定期来。看来这里一直有人管，是您安排的吗？许小姐，您回来了。陈嫂，怎么是你？
我走的时候不是把工资结清了吗？这些年你一直在这儿，顾总把我叫了回来，他让我每周打扫2次，说房子不能荒，万一你哪天回来，开门就能住，工资也是他付的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您走后半个月左右，5年一直没停，每周来2次，冬天看水管，雨季开除湿，上个月江助理还来换过灯。好了，陈嫂，您说，这套房很快会卖，以后也不用再替他守着。明白，是我话多了。许小姐，那我先拍房子，拍吧，今天把挂牌资料做完。您真的不打算留这套房？不留，已经没人需要它了。陈嫂，你是不是担心以后没工作？我还能再找，不用瞒我。楼下超市一直招人，我去问问也行。你愿不愿意去下宅？去下宅做什么？帮我照顾2个孩子。您有孩子了？2个，已经4岁了。我信得过你，工资按下宅的标准算，你考虑一下。不用考虑，我去。有一个条件，孩子的事儿不能告诉顾行泽。删了，以后我只听您的安排。那就收拾东西吧。许小姐，我刚才还以为自己看错了。安安、宁宁，过来认识一下陈嫂，以后她会在家里照顾你们。陈嫂好。看出来了，他们跟顾总很像，对吧？尤其是安安，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您走的时候就怀上了？对，我去公司那天刚拿到报告，顾总一点都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也不需要知道。可现在回了南疆，能瞒多久？能瞒1天算1天。许小姐，我请你回来是因为信你。孩子的事别往外说，尤其不能让顾行舟知道。我明白，您不开口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。好，我信你。这些年您一个人带2个孩子，外公和哥哥帮了不少，主要还是我自己，肯定吃了不少苦，忙起来也就过来了。您现在比以前松快多了，那时候在顾家，您做什么都先看顾总的脸色。大小姐，中介已经打了3次电话，房子才挂出去1天，就有人急着全款买下，快得有些反常。1.8亿，不问细节，不谈价格，这不像正常买房。见到买家代理时，我更确定这笔交易有问题。许小姐您好，江宇恩。江先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应该没有，我长得没那么好记。1.8亿的房子你只看了1遍，价格不谈，产权细节也不问，真这么喜欢？买房有时候讲眼缘，我老板看中了。所以真正买房的不是你。许小姐为什么这么说？南疆能随手拿出这笔钱的人不多，江先生不在名单里。您猜的没错，我只是受委托来签约。谁委托你的？老板不希望公开身份。不肯说，看来确实是我认识的人。这件事我做不了主。可以，合同先放着，我还要确认一件事。希望交易顺利。这个陌生号码没有署名，但答案已经很清楚了。唐小姐，这份合同暂停。是买家资料有问题吗？委托方登记的是哪家公司？锦和事业，手续表面上没问题，但公司成立时间不长。锦和背后的负资人正是顾氏。妈妈，我的鞋是不是反了？哥哥连鞋都不会穿。你再笑，我就不帮你找棉花糖了。妈妈说了算。妈妈，今天可以买吧？先看你会不会乱跑。我今天保证听话。上次是谁把1排饼干都抱下来的？我是在帮忙检查。店员阿姨不需要这种帮忙。可是拿都拿了，你又在找理由。我没有。你每次闯祸以后都这么说。妈妈，哥哥又说我，因为我说对了。
他欺负妹妹，那他说错了吗？只对了一点儿。那就先听着。妈妈，对面那个阿姨一直盯着我们。穿绿色衣服那个？她看起来很凶。妈妈，车在那边。先去楼上，再逛一会儿。可东西已经买完了。妈妈漏了一样东西。她跟过来了，别看她，跟着妈妈。她越走越快。之夏，回来这么久，连家门都不知道在哪儿了。我叫你呢，装听不见。在外面几年，规矩也丢了。许之夏，你和那2个没家教的小东西给我站住！妈妈，她在骂我们吗？安安，牵好妹妹，去柱子后面等我。你一个人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先照顾好妹妹。这一巴掌是因为你骂我的孩子，再让我听见一次，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讲讲你当年怎么进的许家。你敢动手？许之夏，你疯了吗？刚才那句没家教是你说的吧？要不要让大家听听监控？大家都看看，他就是这么对长辈的。你骂孩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自己是长辈？我不过问你一句，你上来就打人，谁知道你这几年在外面跟谁生了这2个？后面的话你最好咽回去。真要算谁名正言不顺，你先低头看看自己。你少胡说八道！许之夏，你给我回来，这事没完！太太，医生说您不能动气。轮不到你说话。妈妈，她以后还会来吗？不会，妈妈不会让他靠近你们。她为什么说我们不好？因为他想让妈妈生气，不是你们做错了。那我们回家吧。好，回家。宋雅琴怀孕了，父亲压着哥哥不放权，原来是在等另一个继承人。许家的事还没有结束，但现在谁都别想碰我的孩子。妈妈，还在想刚才的事儿？刚才我有点害怕。现在害怕吗？不怕了，因为妈妈会保护我们。但你们以后遇到坏人，先找老师、保安或者警察。那有人欺负宁宁，我先去找大人。对，不能自己逞强。可是我还是会挡在妹妹前面。之夏带了2个4岁左右的孩子回来。孩子父亲是谁？他没说。那个男孩看着有点眼熟。把原图发来，先别让别人知道。怎么会这么像顾行舟？通知财务，宋雅琴那边的款先停一下。等我查清楚孩子，再决定这笔钱怎么走。你在这儿站多久了？没看时间。人见到了，怎么还摆这副脸？她身边有个男人，还有2个孩子。你亲耳听见她叫丈夫了？不确定，但他们站在一起，很像一家人。所以你现在是后悔还是吃醋？你当初不是说不爱她吗？当时确实不爱，至少我一直这么认为。那你找她5年算什么？她刚走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家里不对劲。早上没人提醒我吃药，晚上回去也没有灯。说到底，还是没人照顾你。一开始可能是，后来我总在想，她跟我过的那2年，到底开不开心？想明白了。想明白的时候，人已经找不到了。离婚后的第1个星期，我还以为她只是出去散心。你不是去过机场？去晚了。回到家以后，她的衣服、书、杯子全都没了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找她的？当天晚上，我联系了航空公司、律师，还有她以前认识的人，没人肯告诉我她去了哪儿。第1个月，我只是想把人找回来。
问他为什么一句话都不留。婚已经离了，顾家不可能一直等。那时我才发现，我不是不想再结婚，我是不想跟别人结婚。顾总，房子还要留吗？留着，他哪天回来，至少有地方住。我坐在那套房里想了一夜，连他爱吃甜还是吃热都想不起来。所以你让陈桑守了5年，一开始是等他，后来我知道，他不是找不到回来的路，是不想回来。那你为什么还找？我总觉得，至少该当面跟他说一句对不起。只为了道歉？第2年是，第3年以后，我自己也分不清了。有时看到一件首饰，会想他能不能看出哪里做的不好。吃到太甜的东西，会想他以前是不是也不爱吃。我开始想知道他喜欢什么，不是想让他回来照顾我，是想知道我错过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。这话你准备告诉他？不告诉，说出来像在逼他体谅我。所以你找他是因为愧疚？刚开始是，后来是不是我自己清楚？机场那天呢？我去了，连他哪一班飞机都不知道，赶到时只看见登机口关门。现在人回来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他要是已经结婚，我不会去破坏他的生活。还没弄清楚你就先判自己出局？当年协议是我签的，人也是我放走的，他不欠我解释。那套房呢？你让江雨安偷偷买，不还是在替他做决定？他发现了。你那条消息发得那么明显，他发现不了才奇怪。明天我去跟他谈清楚。先查清医院那个男人是谁。不查。这会儿倒讲规矩了。他愿意说我就听，他不愿意，我没资格犯他的生活。我现在说后悔，他不会信，换成我也不信。那就少说多做，我怕连做的机会都没有。那是你该受的。医院那个男人我认识，他叫沈之远，是儿科医生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下午问了医院的人，他没结婚，跟之夏也不是夫妻。你去查了？只问了姓名和职业，别的没碰。到此为止。你就不想知道那2个孩子多大？姓周？想，但这次我要听他亲口说。明天我会去夏宅，不是替你查，是去看夏爷爷。别替我说话。我尽量。房子的事是我做的不对，明天见面谈。昨晚聊到你，他一夜没回去。妈妈，太老爷说今天可以吃布丁。先洗脸，洗完才有。哥哥装睡，他也听见了。那就告诉他，去晚了你全吃掉。太老爷，这个怎么没有黄色的汁？你还记得上次那个？记得，上面全是芒果。这次芒果藏在里面，你挖一勺试试。里面真的有，咽下去再说。我是怕宁宁不信，他自己会尝。远山，你慢点，别撞到我。老先生，徐远山开车顶开了门，保安没拦住。谁让他进来的？没人放行，是他硬闯。行，我出去看看他哪来这么大的火气。陈嫂，把门关好，别让孩子出去。妈妈，是刚才那个坏阿姨吗？妈妈去处理，你和哥哥陪太王爷的布丁，好不好？那你快点回来。徐远山，你拿车撞我家的门，是来拜访还是来拆家？您先问问许之夏，他昨天打了雅琴。之夏，有这回事？有，他追着孩子骂，我打了一巴掌。那确实打轻了。您不能只听他一边说，雅琴不会无缘无故骂孩子。你跟他过了不到10年，就敢说了解？那我做了你30年女儿，你了解过我吗？我没有你这种敢打长辈的女儿。巧了，你把我赶出去那天，我也没再把你当父亲。血缘是你一句不认就能断的，现在给雅琴道歉。你跑到夏宅，命令夏家的人给你太太道歉，这是我的家事，进了我的门就是夏家的事儿。你撞坏铁门，上门吵闹，监控全拍着，
再不走，我让警察来跟你谈。远山，算了，他有人撑腰，我们说什么都没用。雅琴还怀着孩子，真闹起来，大家都难看。最难看的不会是夏家，明天大家只会知道你撞岳父家的门，替现任妻子欺负前妻的女儿。远山，我肚子不舒服，先走吧。等一下，修门的账单我会寄过去，别装没收到。那2个孩子，你看清了吗？你想说什么？尤其是那个男孩，跟顾星宇小时候的照片太像了。不可能，之夏离婚5年了，孩子正好4岁，真让顾家认回去，顾家和夏家一联手，当年的6亿迟早会被翻出来。先查孩子的出生时间。要是顾家先做鉴定呢？你公司的合作机构里不是有一家检测中心吗？顾家真送样本过去，就先把鉴定按住。我明白了。你妈妈还在时，她不敢这么闹，后来没人拦着，她就越来越不像样。妈妈早就看透他了。你比她更早学会往回走。老先生，顾雨晴小姐到了。是顾行侯的堂妹，你们以前关系还不错吧？请她进来吧。陈嫂，带孩子去后花园，先别来前厅。好，我看着他们。嫂，知夏姐，好久不见。别站门口，里面坐。夏爷爷，听说您出院了，我来看看。有心了，你们年轻人聊，我上楼歇会儿。你回来快1个月了，怎么谁都没告诉我？我只是回来陪外公，不打算惊动太多人。可我哥已经知道了，贺西川告诉他的。应该是。昨天家里提到你，他一句别的都没问，只问孩子多大。你今天来是替他问孩子？不是，他甚至不知道我来。那你想问什么？安安和宁宁是不是我哥的孩子？孩子的父亲不在国内，你不想说我不逼你，但我得提醒你一件事，跟孩子有关。我大伯母已经让人查2个孩子了，医院里有人听见贺西川打电话，消息传回了顾家，查到哪一步了？还不知道。知夏姐，安安跟我哥小时候太像，你瞒不了多久。谢谢你来告诉我，我不是来劝你复合，我只是不想让顾家先动手，把你逼得更远。你的提醒我记下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还有，许承安欠我1杯咖啡，你提醒他别装忘了，这话你自己跟他说。雨晴去了夏宅，他说什么都不代表我的意思。你看这双眼睛，还需要猜吗？照片不能当证据，那就找能当证据的。邢州知道你要查吗？等他自己问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先确认孩子的年龄和出生时间。只查公开登记，不准惊动夏家。沈之伟，儿科医生，5年前去伦敦交流，后来留任，2个月前调回南疆。这些资料从哪儿来的？公开履历和顾家那边送来的调查。许小姐在英国没有登记结婚，沈医生也是未婚。顾家还查了什么？委托方只让查公开信息，但调查公司越了界，又送来1页孩子的出生登记，父亲一栏没有填写。医疗记录也拿到了，只有几条签字记录，时间显示许小姐认识沈医生之前已经怀孕。把医疗部分删掉，顾家那边让他们停。可孩子的年龄和您离婚的时间确实对得上。5年前，他是不是带着另一个秘密离开了？备车，去见许小姐。这次我自己问。顾先生，您来了。知夏在家吗？大小姐陪孩子练琴，我上去通报一声。不用，我在这里等。
请。妈妈，门外有个叔叔。先擦汗，别着凉。我没有提前说，抱歉。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吧。这两个安安是哥哥，宁宁是妹妹。妈妈，这个叔叔跟我们长得好像。哥哥像他的鼻子，我像他的眼睛。你们倒看得仔细，真的很像。他是谁呀？顾叔叔，妈妈以前的朋友。那他会陪我们玩吗？今天不玩，你们先跟陈嫂换衣服，妈妈跟顾叔叔谈点事。好，妹妹，走吧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想问安安和宁宁。孩子跟你没关系。他们4岁，我们离婚5年，时间对得上。所以你就来认孩子？我不是来抢人，也不是来逼你，我只想听一句实话。你还查了什么？顾家查了你的登记和孩子的记录，资料送到我桌上以后，我让他们停了。你们还是查了？是，哪怕不是我亲自安排，看到那些资料也是越界。电子岗已经删了，纸质的在这里。杀掉就当没发生？不能，但我能保证以后不会再查。你当年说过不想跟我生孩子。是我说的。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不告诉我，是我自己造成的，我没资格怪你。现在知道他们可能是你的，就急着来认？我想认，但决定权不只在我。安安和宁宁确实是你的孩子。我能不能见他们？先不用说我是爸爸，普通见面也行。你先想清楚，孩子不是一时新鲜，也不是顾家的项目。我知道，缺了5年的责任，我会一点点补。明天下午可以见一次。几点？3点，迟到就取消。还有什么要求？每次提前约，不准突然出现，不准私下带走孩子，身份什么时候说，由我决定。见面时你必须在场，这一条最重要。我都答应。还有一件事，一次说完。你哥刚才警告我，别再让你和孩子受委屈。他说的没错。我知道。能见孩子，不代表我原谅你。明白。听不见，他们去楼上了。哥哥，顾叔叔是不是爸爸？有一点像。哪里像？脸像，而且他看我们的样子也很奇怪。那妈妈为什么说是朋友？可能妈妈还没想好，你先别问。那我只偷偷猜。谁先叫舅舅，谁先拿礼物。舅舅，一个都没落下。今天怎么有空？路过，顺便送礼物。楼下的车你看见了？看见了，他走之前我跟他说了几句。他知道孩子是他的了。早晚会知道。你准备让他见孩子？先见一次，看情况。这样也好，孩子总要知道，但你别因为孩子勉强自己。认爸爸和认丈夫是2回事。妈妈，舅舅刚才是不是在担心你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他说话的时候都没有看礼物。明天下午3点，我准时到。第一次见孩子，可以带2份礼物吗？1人1份，别买太贵。好，听你的。谢谢顾叔叔，这个我想要很久了。我的胸好软，谢谢顾叔叔。喜欢就好。顾叔叔，你的腿刚才咔了一声。可能是叔叔太久没做地板了。妈妈说大人才会腿响，可你没有太老。那我看着多大？像哥哥长大以后的样子。
妈妈，顾叔叔帮我们搭了一下午，可以请他吃饭吗？我也想让顾叔叔留下。孩子留你，要是不忙就一起吃吧。不忙，谢谢。都是家里平时吃的菜，别讲客气，自己夹。准备的太多了，麻烦大家。管家，排骨放我哥这边，他够不到。顺手包的，给你。你吃你的，不用管我。以前都是你动手，今天换一次。现在不用了。别只顾说话，吃鱼。哥，我自己会夹。停！我这个碗不是比赛成场。那他先停。凭什么？你先夹的。我只夹了2只虾，2只虾算2次。我1块鱼1筷子菜，正好2次。你那块鱼能顶我3只虾。夹菜按次数，哪有按重量算的？那你那筷子青菜怎么算？你们2个还吃不吃饭？全吃了，可以安静了吗？夏老在笑什么？我在算今天谁赢。剩下的虾我给孩子包，行吗？他们已经吃过了。那留到明天。隔夜的不给孩子吃。那我下次买新鲜的。程安，你下午提醒我的话，我记着。我说了不止1句，别再让知夏和孩子受委屈。记着不等于做到。那就看以后。这句话还像样。我不会只说。你们什么时候背着我们谈上了？他进门时，我警告了几句。警告什么？认孩子可以，想借孩子欺负我妹妹，不行。顾总，一起走。你不住下宅？公司还有一组测试没跑完，我回去看结果。这个点还回公司？看一眼就走。每个说看一眼的人，最后都得熬半夜。你倒挺有经验。知夏，今天谢谢你留我吃饭。是孩子想留你。我知道。那就别想多了。你能来见孩子，不代表我们会重新开始。一定要分得这么清楚。不分清楚，你就容易误会。明白。还有，房子的买家换一个，别再让江雨莹出面。好，我让景和退出，产生的费用我来承担。不用，我只要你别替我做决定。以后不会了。刚才那2只虾算谁的份儿？当然算顾行云的。鱼是谁夹的？我哥。排骨呢？还是我哥。那程安赢，2道对1道。外公，这有什么可算的？吃饭也得有点乐子。他们知道您在积分吗？不能让他们知道，知道了就要作弊。景和已经退出购买，相关手续费由我们承担。手续费按正常流程算给我，不需要顾氏承担。是我让人隐瞒身份，这笔费用应该由我出。我让你退出，不是想欠你一笔钱。那就各付一半。为什么不是你全听我的？因为这次是我犯错造成的费用，尊重你不等于把责任也推给你。只此一次，不会再有下一次。房子会恢复挂牌，原价不变。2位确认吗？确认。听卖方的。好的。陈嫂那里还有一把，已经交给我。以后房子由你自己处理。你让人守了5年，到底在等什么？最开始等你回来，后来只是觉得至少不该让你回南疆时连原来的门都打不起。可我卖掉它，就是不想再开那扇门。现在明白了。你不是在替我留家，你是在替自己留希望。你说中了。那现在呢？房子还给你，决定也还给你。至于希望，我自己留着，不让他麻烦你。
妈妈，你在哪里？顾叔叔是不是也在那里？妈妈在办房子的手续。陈嫂说顾叔叔的车也出去了。我在，但事情已经办完了。那你们可以一起回来吃午饭吗？顾叔叔要回公司。我确实有会，周六晚约定过去，今天不能临时加时间。那不扣行？什么行？周六再告诉你们。我先走，房子卖出去之后，需要搬东西可以告诉江玉安。我会找搬家公司。好，那就不打扰了。这么晚叫我回来，有事？雨欣说你去夏宅见了2个孩子。见过，之夏承认了，孩子是我的。我就知道那张照片一看就是顾家的孩子。口头承认不够，鉴定还是要做。之夏同意了，明天由双方一起采样，全程录像。报告一出来就把2个孩子接回家，儿童房我今晚就让人收拾。别收拾，孩子住在夏宅，也不会马上公开身份。那是顾家的孩子。他们先是之夏的孩子，探视、住处、学校都要跟他商量。你为了一个前妻要跟家里划这么清？当年就是因为没划清，他才被2家当成条件，现在不能再来一次。孩子睡了，玩累了，故事听到一半就睡了。鉴定结果出来了，顾行舟和孩子没有血缘关系。这结果不对，采样没问题，宋季中途却换过一次车，负责转运的公司跟宋雅清业务往来。下宅门口那天，他已经看出孩子像顾行舟了。他们不是想证明孩子是谁的，是想拖住顾家，争取时间处理旧账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先别揭穿，让他以为我们信了，他才会继续出手。我等他来找我。结果看过了吧？你特意叫我来，不会只是让我再看一遍？签一份声明，承认当年顾家给的6亿是你自愿转给宏远。签完以后，孩子的事我不再插手。我要是不签呢？这份没有血缘关系的报告要是传出去，顾家还会不会认那2个孩子，可不好说。你们换了样本，还拿假报告威胁我。说话要有证据。既然没有证据，你怕什么？我是在替你留后路。顾家认不认孩子，只看一张纸。你还是老样子，拿完女儿换钱，又想拿外孙换一次。我是你父亲。你每次想从我身上拿东西，都先提醒我这一句。之夏，别把话说死，声明签了，大家都省事。给我1天考虑。明天下午之前，我要看到签字。他上钩了，准备第2次采样。3只箱子，1真2假，除了我和哥哥，没人知道哪只是真的。妈妈又要扎手吗？不用，这次只擦一下嘴巴。那我先来，我不怕免签。做完以后，爸爸、顾叔叔陪你们拼图。你刚才是不是说了爸爸？你听错了。真正的样本在哪辆车？你也不能知道。连我也防。第1次报告出问题，顾家的人也碰过流程。应该的。那我只负责让江源跟车，路线听你的。2号车的信息已经故意放出去了。宋雅琴如果还有内烟，一定会选2号。别动！箱子的编号、监控和转账记录都已经固定。我只是说钱办事。谁给的钱？第1次是宋女士公司的财务联系我，徐总的助理确认过，今天也是他们让我换2号箱。聊天记录还在吗？在手机里，我没有删。把人和证据送去有关部门，
先别替我决定。你准备怎么做？先固定证据，让他以为第2次也成功了。我需要他亲口说出那6亿的事。好，按你的计划来。江源只负责配合。还有，真正的样本不在2号车。在哪儿？一直在下宅，等公证实验室的人来取，一真2假，也是说给内应听的。看来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靠运气。我已经被人替我做过太多决定，不会再把孩子交给运气。把真正的样本直接送到公证实验室，这一次谁也碰不到。消息半小时前出来，已经有3个客户问询，下周发布会的2家媒体也暂时取消了。原图从谁那里流出去的？最早发布账号在境外，转发最积极的几家营销公司都和宏源有合作。先保全页面和传播记录，品牌账号不要跟网友争。现在知道一张报告有多重要了。文章是你让人发的，我早说过，签声明大家都省事。等声明准备好，我会亲自送到许家。最迟后天下午，别再耍花样。你手里有报告，我还能耍什么花样？你真要去许家？他以为第2次换样成功，明天才会把该说的都说出来。那今晚的舆情怎么办？一直不回应，会有人觉得我们默认。我能进吗？门没关，进来说。故事可以马上发声明，承认孩子，也可以要求平台撤稿。真实结果还没出来，不能公开孩子的信息。那只说明第1份报告的送检过程存在问题，不提孩子身份。故事一发生，外面会默认我和你已经站在一起。你不愿意，我就不发。证据和平台渠道都交给你的团队。徐总，我们自己的说明怎么写？只说3点：报告来源不明，送检过程已确认遭到人为干入，相关证据已经公证，孩子的隐私不回应。故事转发这3点可以吗？可以，只转发，不加其他内容。我让公关照原文执行。舆论开始转了，刚才取消的媒体有1家重新确认出席，剩下2家不用求，发布会照常。还有什么需要我做？没有，你先回去吧。今晚记者可能去下宅，我让保安在外围加人，不进下宅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别惊动孩子。外面为什么有车一直亮灯？有人走错路了，很快就走。妈妈在处理，你们今晚不要看网上的消息。妈妈会不会害怕？妈妈很厉害，但厉害的人也会累。那你为什么不陪她？因为她现在需要的是安静，不是我一直跟着。那我们明天给妈妈画一张厉害的画。好，画完先给妈妈看，不要发给别人。结果出来了，亲子概率99.9999%。送检过程呢？公证人员全程跟着，样本没离开过视线。换箱，钱从宋亚琴公司转出。徐远山亲自点的头。6亿那边查到了吗？查到了。联姻时顾家打出的6亿被徐远山做成你自愿出资，签名是伪造的，后面还藏着一份利润对赌。他现在最怕顾家重新审计。把原件和转账记录一起备份，明天去许家把这件事结束。来吧，正好把后面的事说清楚。真实报告我拿到了，安安和宁宁确实是我的孩子。这件事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。我知道，可之前听你说，和现在亲眼看到报告，你想说什么？当年我说不想和你生孩子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已经有了孩子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更该道歉，因为那句话本来就伤人。先别急着道歉，看看顾家当年打出去的6亿。自愿出资的签名不是之下写的，徐远山用联姻款填了宏远的账，又拿他的名字担保。孩子一旦被顾家承认，
两家资金往来会重新审计，他怕事情露出来，才急着压住鉴定。顾氏的证据我来调，徐远芳欠你的账，明天一起算。江玉安，暂停宏远全部合作，旧协议、转账和审计底稿今晚整理完。孩子这5年缺的，我想补上。至于我们，能不能也给我一次机会？你可以做他们的父亲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先不谈。我可以等。别拿处理徐远山、保护孩子这些事儿跟我换结果，那本来就是你该做的。你说的对。先把父亲该做的事做好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好，我不催你。顾先生，孩子刚起床，正在吃早饭。顾叔叔，你今天没带礼物吗？今天不带礼物，想跟你们说一件事。宁宁，我不是妈妈普通的朋友，我是你们的爸爸。我和妹妹已经猜到了，因为你差点在楼上说漏嘴。对不起，爸爸现在才出现。那我们小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来？因为爸爸做错了事，也不知道你们的存在，这不是理由，是爸爸欠你们的。那你以后不要再迟到了。不会。先看你能不能做到。好，你们慢慢看。孩子肯认你是孩子心软，之下让你进门是给孩子一个交代。我明白，他现在不信我也正常。别在我面前保证一辈子，今天该做什么就把今天做好。我会记着。爸爸，你坐中间。要画画。先问几个问题。这么正式？因为你以前没有照顾过我们。应该问，你们想知道什么？你会不会一直来？只要妈妈同意，我会一直来。不能只问妈妈，你自己也要想来。我每天都想来，但这是你们的家，我要守规矩。第二个问题，你是不是喜欢妈妈？这个问题应该问妈妈愿不愿意让我回答。不愿意。可是爸爸还没说。你们今天的任务是认识爸爸，不是替妈妈找男朋友。我们只是问一问。妈妈不想听，就不问了。妈妈不喜欢红玫瑰，她喜欢花园里的白花。宁宁，我听得见。我在说花园。我也听见了，但我不会偷偷送。对，送东西以前要问。妈妈最不喜欢别人替她决定。这条我记住了。问完了吗？问完就吃水果。还有最后一个。又想到什么了？爸爸今天能不能跟我们一起送妈妈去公司？不能，妈妈今天自己开车。第一次帮忙失败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谁跟谁慢慢来？我说认识孩子，别想多。嘘，考虑清楚了。声明我带来了。签过字了。签字前，我想再确认一次，当年那6亿是你们用我的名义拿走的。是你主动答应联姻，也是你愿意帮许家。鉴定样本也是你让人换的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签完，孩子的事我不再插手。你敢算计我？你先拿假报告威胁我，我只是留了证据。远山，这些都是你安排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联系检测中心的人是你，是你让我做的。不用争，转账记录上2个人的名字都有。程安，你也跟着他胡闹？我在宏源等了5年，等到的就是你拿妹妹和孩子做筹码。你走出这个门，就别想再回公司。正好，我今天正式辞职。宏远这些年的异常账目，我已经交给调查组。许先生，我们受委托提交伪造签名、侵占资金和干扰鉴定的相关证据，请您配合后续调查。这是许家的家事，你凭什么插手？旧资金从顾氏转出，假样本里也有我的名字，已经不是家事。你别忘了，当年是顾家先提的联姻，所以顾家的责任我会回去处理。你伪造之下签名的责任，也别想推给别人。你非要把亲生父亲送进去？把你送到今天这一步的是你自己。你以为这样就赢了？这不是输赢，
我只是把属于我的名字拿回来。宋女士，你也需要配合调查。徐远山伪造签名，顾家也是受害方，你暂停所有合作，我没有意见。顾家不是完全无辜，当年明知道许家资金有问题，还是把之夏写进协议里。商业联姻本来就是各取所需，他当时也点了头。他答应结婚，不等于答应替徐远山背6亿的债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先把孩子接回来，其他账慢慢算。我已经说过，孩子不会被接为顾家。你是他们的父亲，之夏也是他们的母亲，而且是他一个人养了5年。你准备为了他，把顾家对子女的权利都让出去？不是让，是把边界写清楚。第一，顾氏确认许之夏在6亿资金及对赌协议上没有个人责任。第二，顾氏配合追查伪造签名。第三，任何顾家人不得绕过他接触孩子。第3条是家事，为什么放在内部处理意见里？因为当年顾家把我的婚姻写进了商业文件，现在我要亲手把人从条件里拿出来。你做这么多，他就会回头？不会。那你图什么？这些本来就该处理，他回不回来是另一件事。如果他永远不原谅你呢？我也不能因为拿不到结果，就继续做错事。公司部分我签，孩子的事你自己负责。本来就该我负责。我想见孙子孙女，也得经过许之夏。先问他，他不同意就等。你以前要是有现在一半明白，也不会走到今天。所以现在受着也是我应该的。旧协议已经处理，顾家不会再向你主张任何责任。文件收到，谢谢。至少他肯回消息了。爸爸今天真的什么都没买。妈妈说不能每次带礼物。不迟到1颗星，听妈妈的话1颗星。这是给我的。爸爸表现表，先攒10颗，攒够了妈妈就不会一看见你就皱眉了。谁教你们做这个的？我们自己想的。可以，我接受监督。别陪他们胡闹。今天5点前结束。5点前，我不会拖时间。爸爸，今天舞蹈课要扎丸子头。这个应该怎么扎？妈妈会，你让妈妈教你。陈嫂也会。可是星星表上写的是爸爸照顾我，不能每次都让陈嫂帮忙。有道理。之夏，能教一次吗？先把头发梳顺，从下面往上梳。爸爸，头皮要被你拿走了。对不起，疼不疼？一点点。妈妈扎的时候不会疼。手别抓那么紧。你看这里，先压住，再绕发圈。安安，你在做什么？盒子要掉了。我来扶着。看清了吗？再示范一次。顾行舟，你开董事会也要别人讲2遍？董事会没有这么难。妈妈，你再教一次，爸爸很笨。最后一次。有点歪，但是没有掉，可以给半颗星。半颗也行，下次争取1整颗。先这样吧。可以拍一张吗？只拍孩子，别发出去。照片只留在手机里。妈妈也进来。我不拍。就拍头发，妈妈帮忙，爸爸才学会扎的。妈妈不想拍就不拍，先去上课。发布会的主食还没送到，我马上过去。出什么事了？你能接孩子吗？我现在得去公司。好，你先去忙。东门别走错。我知道。今天又有1颗星，接孩子不算，是爸爸应该做的。这句话听着很耳熟。妈妈，是我们叫爸爸来的。他问过我们能不能进，我们说要先问你，所以他一直在外面等。孩子想等你一起回家，我没进去，也没插手公司的事。一起走吧。这颗星算妈妈给的。我听见了。那还算吗？回家再算。10颗了。迟到过1次，要不要扣掉？那次堵车，我提前给妈妈打过电话。
妈妈，算不算？既然提前说了，就不扣。那爸爸过关了。过关以后有什么奖励？可以继续表现。哈哈，这个奖励很公平。共同抚养协议，孩子继续跟你生活，顾家不能单方面改住处，学校也不会争抚养权。我没有要求你签这个，但你担心过，写下来，比我嘴上保证有用。你父母同意？不同意也得接受，已经做过公证。谢谢。这次我不问为什么，只有谢谢。看来确实有进步。时间到了，我先走。周六还是下午3点。今天不能一起吃饭吗？妈妈没有答应，不能耍赖。爸爸今天已经有10颗星，不能扣。哥哥说的对。不用送了，外面凉。顾行舟，还有事？陈嫂今晚做多了饭，所以你要是不忙就留下吃。这是孩子留我还是你留我？就吃顿饭，别想太多。好，我不多想。爸爸坐妈妈旁边，我和哥哥已经排好位置啦。你们什么时候排的？刚才贴星星的时候。要不我换个位置？来都来了，先去洗手。我这就去。妈妈，爸爸以后都会来吃饭吗？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听妈妈的。我们回去处理些小事情。志向，